魔幻的2020，美国股市经历了10天4次熔断，却奇迹般的反转，3大指数创新高，币圈如过山车般从3月5000到8月12000，楼市意外火热，出人意料不跌反涨。近期由红坤美国和长江商学院联合主办，4董会协办的中美跨境圆桌，特邀来自美国和中国的行业顶尖人士云聚一堂。3位顶尖业内人士进行了精彩的观点撞击与分享，帮助您了解金融科技的更深内幕。曹凤鸣，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美国财务学会会员，曾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北卡罗来纳大学 Chapel Hill 分校，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投资组合管理、期权定价、资产定价、市场微观结构、国际财务等。Andy 黄，红坤美国金融科技公司负责人，在加入红坤美国前，他在多家精品投行为企业和基金公司提供投资银行服务，包括 Social Capital 2.0 旗下的特殊目的收购公司 Saudi Aramco、Spotify 和 Snapchat。郑伟强，数字货币及区块链项目知名投资专家，横跨传统资产与数字货币的知名新兴基金 Hello Capital 联合创始人，著名数字货币交易所 GTE 联合创始人。本期活动特邀主持 Star 胡，湾区知名华语主持人，电台现场节目现在硅谷制作人及主持人，立足硅谷，专访科技行业、创业创新、投资领域专家、知名人士，采访湾区各行业专家、政治人物、企业 CEO 数百人。我觉得在国内它可能会对微信支付、支付宝等造成一定的压力，以后我们付账的时候可能不需要扫微信或者支付宝，而是直接从钱包到钱包，因为它这样一个中心化的 DSAP 就相当于电子钱包一样，钱可以从我的电子钱包转到你的电子钱包，或转到商户的电子钱包，而且不需要线下联系，线上连接就可以，并且 DSAP 在很多城市已经开始试点使用。至于它在国际上的意义，我们知道中美现在关系很紧张，在以前不可想象的事情，比如中美之间会发展到基本上边境全部关闭，并且互关领馆这种地步，甚至有人说在南海、台湾海峡会爆发战争。当然我不认为这一定会发生，只是说有一定的概率。如果发生的话，就意味着我们的能源通道全部没有了。如果美国像对付伊朗和俄罗斯那样对付中国的话，中国和全世界的贸易应该怎么去做？我觉得通过 DSAP 就有可能给我们一种备案，而这个备案使得美国也不至于完全的和中国闹翻，因为即使美国把它关掉，我们还是有一套方案可以做全球贸易。除此之外，有了 DSAP 以后，对反腐也很有帮助。比如说你是商人，请官员去高档的消费场所或者行贿的话，通过 DSAP 就很麻烦。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是半匿名的，也就是说你对外是匿名的，但是央行知道你的账户后面是谁，因为都需要实名注册，等于说在 DSAP 上所有参加者彼此都是匿名的，但对央行不是匿名的，这就基本是实名制了。2019年11月份，全世界最大的钢铁公司上海的宝武集团在它的系统里面发行了一种电子白条，你卖货给宝武集团，它不付钱给你，而是在你的 APP 上面打一定的 token 进去，这个 token 实际上是一个白条的性质，但是这个白条是可以进行二级市场交易的，而且宝武集团有银行的牌照，他自己的银行是100%承诺1:1兑换人民币。这个电子白条实际上就结合了电子货币、电子钱包、发币渠道加上区块链的技术，因为整个技术框架的实现是在 blockchain 的基础上，
确保他的账单没有问题。这个事情完成之后，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还发了一个头版头条，特别高兴，因为总算把这个渠道走通了。今年上个月的时候，第一次中国进出口铁矿石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了。这些很小的新闻串起来的话，你可以看到一个很强的思路，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包括它的外管局，包括中央政府，它是希望在对外贸易当中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但是怎么样让大家去做这个事情呢？怎样方便的让大家接受人民币呢？它实际上就是采取了这样一个和贸易紧密挂钩的形式。因为铁矿石的生产商，他可能在中国采购货物，可以直接用这个白条。这如果配合中国新的国际 CHIPS 系统，可能会对人们去美国弄一个网上银行做结算的牌照行为形成一个很大的冲击。我们认识的这个 DCEP 跟比特币还是有本质区别的。比特币它是真正做到了所谓的去中心化，但是这个 DCEP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还是央行发行的一种中心化的数字货币。它只是承载了哪些功能呢？那就是不可篡改，所有链上的数据都是非常透明的。所以我觉得央行做这个 DCEP 最大的目的其实有两个。第一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他想最大限度地削弱以美元为主的价格结算体，降低美元在国际上地位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做出一种全球化的数字货币来取代美元。第二就是所谓的控制，比如曹教授前面所说的反腐、反洗钱这些生意，基本上如果通过比特币跟以太坊，甚至 USDT 的话，对于中国央行来说是很难控制的。但我们发行了 DCEP 之后，就相当于所有的数据都是央行可控的了。房地产可以发币，但任何事情只要和美国投资人连在一起，你就必须要得到 SEC 的同意。那么 SEC 是不允许自己去做 ICO 的。前段时间有人被美国罚了2000万美元，就是因为他没有得到 SEC 的同意，就向美国投资者来融钱了。所以在美国融资必须要在5000万之内通过 STO 这个方式。因此房地产目前这样去做的人还是比较少，因为房地产融资金额一般会超过5000万美元，而现在美国规定5000万美元以下才可以通过 STO 融资，超过这个数字你还是要通过股票。但我们知道最近有一种去中介化的金融，即你不需要交易所，不需要纳斯达克，只需要在以太链上面写一个合约，就可以把任何一种股票或者任何一种 token 和 USDT 来做交易。这就是说，以后的交易都可以通过智能合约来进行。这种智能合约的特点是，它没有任何人在操作，完全是一个程序。把股票打到智能合约里，它会根据数学公式自动的把相应的美元给你打过来，但它这个成本比较高，大概在3/1000，而现在的中国交易所成本是3/1000到6/1000。将来这个公链的性能变好了以后，才有可能把成本降下来。在未来，交易所可能都不存在了，全部通过智能合约这种方式来进行。当然也有可能存在并存互补的现象，有些中心化交易所也在交易，因为它效率比较高，比较快，成本比较低。去中心化交易所呢是匿名的，将来任何一个公司在法律许可之下，只要股权和 token 能够在司法层面1对1的保证，那以后公司也算是交易所，不需要去证券交易所。在司法层面允许的情况下，我觉得去中心化的金融是将来的大方向，所有可以通过数据表示的这些中介都不需要存在了。感谢本次圆桌特邀主持 Star 胡，不要忘记活动现场更精彩哦！观看更多活动解说，请订阅司董会 YouTube 频道 CXOAT， 申请作为活动嘉宾，请访问官网 cxoat.com。 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